波兰宣布援助乌克兰近300辆坦克和所有米格战机，成为了欧洲首个敢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国家，也彻底惹怒了俄罗斯。消息一出，引发全球热议。俄乌冲突爆发1年多来，连欧洲的老牌强国英国和德国也没敢给乌克兰提供战机，为何如今波兰却敢这么蹦跶呢？莫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不过在仔细研究了波兰的境况后，大家才发现波兰敢这么狂也是有底气的。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大家都懂。俄乌冲突1年多以来，因为害怕俄罗斯的报复，欧洲各国就算是支援乌克兰都是小心翼翼，连英国和德国如今也仅只给乌克兰提供过一些坦克。如今波兰却突然跳出来，将自己所有的米格战机给了乌克兰，无疑挑动了世界各国的神经。这背后波兰的底气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美国的支持了。据俄媒报道，波兰的前任总理在得知波兰将所有的米格战机和300辆坦克援助给乌克兰后，曾表示波兰这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不过波兰也并不傻，在援助乌克兰武器之外，自己也从美国和韩国购入了大量武器，光各类坦克就超过1300辆，48架战斗机以及众多导弹等其他战略物资。一来一回，波兰反而是提升了一大波。然而美国虽然能在背后给波兰提供武器等支持，但波兰敢当这个出头鸟，必然是要亲身面对俄罗斯的怒火的。据俄媒消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制裁措施通过后，波兰可能的损失将高达85亿欧元。第二则是波兰关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俄罗斯威胁论在欧洲大行其道，波兰的地理位置十分尴尬，与俄罗斯、乌克兰2个国家接壤。如今俄乌冲突爆发，波兰自然是害怕的不行。因为有唇亡齿寒的担忧，波兰全力站在乌克兰背后也就不奇怪了。波兰和美国的合作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双方各有所图。第三则是波兰近年来发展迅速，经济和军事实力提升较快，给了波兰底气。2022年我国人均 GDP 为 1.27 万美元，波兰的人均 GDP 已超过 1.8 万美元。波兰除了有点小钱之外，还支出了相当一大部分军事开支。2022年波兰军费开支145亿美元，军队 GDP 占比高达 2.4%， 而北约各国的军费开支能达到 2% 的都寥寥无几。2023年波兰更是将军费 GDP 预算提升到了 4.2%， 成为了北约第一。有了钱的波兰自然也要想办法把钱花出去。2022年3月，波兰颁布了保卫祖国法，而后波兰的现役官兵从2022年初的 12.2 万人增长至30万人。同年6月，总兵力增长到40万人。军队人数多了，自然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这波援助乌克兰300辆坦克和几十架战斗机，反手从美国、韩国处购入大量新武器装备，可谓是一箭双雕。除了以上3点主要原因外，其实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比如历史影响和国内的民众情绪等等。波兰的历史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一战、二战曾几度被灭国瓜分，也因此国内众多网友都觉得波兰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不过悄然发展了几十年后，如今的波兰却并不可同日而语。波兰因为此前的羸弱，一直都在欧洲充当小弟角色，安稳偷偷发育。然而2022年9月，欧盟在安排波兰接收叙利亚难民时，波兰却直接拒绝，一点面子也不给。欧盟的老大哥德国自然非常不爽，宣称波兰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想要罚波兰一笔巨款。然而硬气起来的波兰直接翻出旧账，追着让德国赔偿二战时期破坏波兰的1万亿美元损失。德国也只得将此事暗暗记下，希望波兰能一直硬气下去，别有一天栽到德国手上。那边刚挑衅完德国，如今又挑衅俄罗斯，大有一种谁也不服的气势。这背后也与波兰多次瓜分的历史有关。波兰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最早建国之时，波兰的祖先们看中了欧洲大陆上的波德平原，这是一片极为平坦且肥沃的土地，且四面八方交通便利，可谓是欧洲大陆最适合生存的地方。不过正是因为土地肥沃，交通太过便利，这也为波兰后来的几度被灭国埋下了伏笔。
早在16世纪初，彼时的波兰还十分强大。波兰人为骠骑兵披上盔甲，并在身后插上长长的羽翼，组建了一支极强的骑兵——波兰翼骑兵。据说身上的羽翼在战马飞奔时与空气摩擦，会发出飒飒的声响，能够帮助己方鼓舞士气以及吓退敌方的战马。波兰翼骑兵几乎攻无不克，且每战斗都是以碾压姿态获胜，战损比极低，一时间名声大噪。在波兰翼骑兵的战斗史上，对阵世界超强的瑞典骑兵以及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2场战争的胜利，让波兰翼骑兵几乎成为了无敌的代名词。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骑兵逐渐走下历史舞台，波兰翼骑兵也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相传在2战时期，波兰翼骑兵为了保卫疆土，曾不惧死亡，以肉身冲击德国的坦克部队，最终无一生还，让人肃然起敬。不过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佐证，更像是一个传说。波兰历史上除了出现过波兰翼骑兵这一骄傲之外，几乎都是屈辱史。16世纪，波兰凭借着波兰翼骑兵四处征战，打下大片疆土，一度成为欧洲面积第3大的国家。如今的白俄罗斯、乌克兰众多土地都曾被波兰打下，过上了几十年的安逸生活。17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波兰国内的封建割据和农奴制压榨日益严重，波兰逐渐走向衰落。而波兰地处亚欧大陆中间，且土地肥沃，东方的俄罗斯、西方的普鲁士、土耳其等国若要扩张，波兰都是必经之路，因此波兰也成为各个强国争抢的一块肥肉。1767年，东边的俄罗斯开始入侵波兰，想要吃下波兰这块肥肉。彼时的波兰内部早已乱成一团，直到次年2月，部分波兰贵族才领兵开始抵抗俄军入侵。然而过惯了安逸生活的波兰早已腐朽不堪，军队几乎没什么战力，几个月时间就顶不住俄罗斯的进攻了。波兰首都紧急迁都到了华沙。地处波兰西面的奥地利、土耳其和普鲁士一看这还了得，自己再不动手，波兰就被俄罗斯给吃完了。几个国家纷纷针对俄罗斯出手，最终俄罗斯顶不住压力，同意了普鲁士提出的共同瓜分波兰的主张。1772年，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3国一起瓜分，其中俄罗斯分走的土地最多。波兰在这一次瓜分中失去了约 35% 的土地和 33% 的人口，同时成为了3国的保护国。别的国家攻打波兰，这3国都会出手。被保护起来的波兰果然没有再受到其他国家的进攻，只是波兰身边的几个庞然大物却并不满足。看着养在圈里的小绵羊波兰，何时吃肉只是时机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波兰的爱国者受革命影响，也在国内进行了改革，想要壮大自身，以望日后能够收回失地。然而旁边的俄罗斯一看这还了得，1792年派出10万俄军进攻波兰，一波占领了波兰首都华沙。一旁的普鲁士也紧随其后，借口防止法国大革命蔓延发兵波兰。次年，俄罗斯和普鲁士又在彼得堡签下了第2次瓜分波兰的协议。俄罗斯依旧占大头，拿到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普鲁士喝到一口汤，分到 5.8 万平方千米。第2次被瓜分后，波兰土地面积仅剩下20万平方千米。1794年，波兰再度起义反攻华沙，却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3国无情镇压。1795年，为了防止波兰再出幺蛾子，3国这次直接将波兰灭国，分瓜完毕，俄罗斯占最大头。3次分瓜下来，俄罗斯总共占了波兰 62% 的土地。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都读过，背景就是法国被普鲁士占领，当时是1870年，距离波兰被灭国已经过去了75年。然而波兰这次亡国足足长达123年之久。123年的时间里，波兰都没有再出现在欧洲地图之中，只有众多波兰人日日期盼着复国的那一天。这期间也有一次十分著名的虚假复国。法国的拿破仑在一系列战役中接连击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成为了波兰人眼中的英雄。拿破仑也顺势而为，成立了华沙公国，扶植了一个波兰人当国王。不过实质上，华沙公国只是法国的一个附属小国而已。随着拿破仑的失败，
华沙公国灭国，再度落入普鲁士俄罗斯之手。不少人将此称为波兰第二次被灭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波兰人民才在这123年的漫长岁月中找到了复国的机会。波兰国家民主党投靠俄罗斯，社会党右派投靠奥匈帝国和德国。最终一战德国战败。1918年，苏俄征服宣布废除俄罗斯帝国同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的瓜分波兰条约，后续波兰才得以复国。然而关于波兰的国土面积方面却扯上了皮。波兰想要恢复到最初的俄波边界，但苏联却并不同意全部还给波兰。于是1920年波兰和苏联再度开战，波兰向苏联发兵，却被苏联又打回了华沙。好在后续的拉扯中，双方打到弹尽粮绝，波兰最终胜利，要回了更多的国土。但这也为后续波兰再度被灭国埋下了隐患。二战爆发后，德国闪电战突袭波兰，迅速占领了波兰众多领土。另一边的苏联同样出兵波兰，占领了波兰东部部分领土。1939年9月28日，德国攻破华沙，波兰第三次亡国。经历了3次亡国后的波兰终于活明白了，深知自己的地理位置不佳，处于各国交战的必经之路，太过被动。因此后来的数十年中，波兰经济军事两手抓，先后加入欧盟、北约，当起了小弟，也建立了一支超强的现代化军队，这才有了再度和俄罗斯叫板的实力。3次被灭国都有俄罗斯的参与，加上欧洲众多政客大肆鼓吹俄罗斯威胁论，波兰对俄罗斯可谓是恨得牙痒痒。在苏联刚解体时，波兰就头也不回地投入了西方世界阵营中去。波兰的搞经济能力极强，曾经被誉为欧洲之虎。2008年经济危机时，波兰甚至成为最先摆脱经济危机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受限于起步较晚，因此整体经济实力在欧洲中看起来并不突出。因此即使波兰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后，有意学习北约的军事思想、战斗体系，但受限于经济原因，很多装备都换不起，只能用着冷战时期的老装备。但深知落后就会挨打的波兰，也在努力增加军费开支，军费 GDP 占比逐年增长。2022年以 2.2% 的军费 GDP 排在北约各国前5。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大多都贵得离谱，而且最前沿的核心科技更是壁垒，有钱都买不到。抱上了美国大腿的波兰买不起，也就换了种思路，直接让美军永久驻扎在波兰，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2021年，美国的宙斯盾反导系统正式在波兰部署，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谴责。俄罗斯方面称，波兰的宙斯盾反导系统会让俄罗斯整个欧洲部分都暴露在美国的枪口下，因此乌克兰加入北约才成为了俄乌冲突的导火索。眼见俄罗斯如此硬气，躲在乌克兰身后的波兰慌得不行。全球火力网发布的2022年世界各国军力排名中，波兰位列第24名，与22名的乌克兰相当。而在今年，波兰更是批了350亿的军费拨款，足足占波兰 GDP 的 4.2%， 想要大力发展一波。对比2022年年初波兰仅有12万军队，如今已有超40万人，1年内扩军数倍，其中陆军扩军多达5倍。短时间增加了如此多的军队，波兰自然也需要众多的武器补充。早年间波兰虽然想要把旧装备换成北约标准的新型装备，但一直缺钱。如今援助乌克兰，一下将众多旧装备都丢了，300辆坦克加上几十架老式的战斗机，却从美国、韩国处购买了1300余辆新型坦克以及新型战斗机，无疑会让波兰提升一大波战斗力。短短1年时间的改变，扩充了3倍多的人数以及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如今波兰的战力可谓是今非昔比。去年就已经和乌克兰战力相当，大家觉得如今波兰的战斗力能排到第几呢？当今世界最为热点的一个事件就是俄乌冲突了，并且这个俄乌冲突还在不断的发热发酵。在我们国内的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众多的所谓俄派以及乌派，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在普通民众眼中尚且如此，如果上升到了国家，
支持俄还是支持乌，就真的是一个立场问题了。而在欧盟国家中，最为坚定的乌派，肯定就是波兰这个国家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基地，提供军火武器装备，这些事情波兰全部都干得出来。然而，波兰作为北约东扩的最东端，作为一个紧邻俄罗斯势力的最前线国家，为什么又要这么跳呢？波兰和俄罗斯之间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能够让波兰这么甘心反俄？这都还得从古代开始说起。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事实上其实就是同出一脉的两个民族，而这个所谓的同出一脉，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斯拉夫人。事实上，斯拉夫民族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斯拉夫人的记载了。在当年的罗马帝国的史书中，欧洲存在着三大蛮族，分别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这三大蛮族分别从北方、东方以及西北方威胁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其中凯尔特人的威胁最小。事实上，罗马人所指的凯尔特人仅仅只是如今高地苏格兰人的祖先皮克曼人，他们仅仅只能够威胁到罗马帝国的不列颠尼亚行省。日耳曼人则在今天以德国为主的一些地区，斯拉夫人则是从波兰方向到希腊北部都对罗马帝国产生着威胁。事实上，斯拉夫人的生活区域和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土存在着不小的重合，因此罗马境内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斯拉夫人的。斯拉夫人也是和罗马帝国绑定最深的一个民族。当今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俄罗斯族就是斯拉夫人，或者认为斯拉夫人起源于俄罗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虽然俄罗斯的确是斯拉夫人里混得最好的一支，但是斯拉夫人真正的起源则是在今天波兰的维斯瓦河谷。在公元1世纪末的时候，古罗马就已经记载了一种名为维内德人的民族，而这个所谓的维内德人事实上就是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维内德人开始走出波兰，并且形成了部落联盟制度，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三大分支，分别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以及南斯拉夫人。所谓的东斯拉夫人就是当今的乌克兰人、白罗斯人以及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这个已经是众所周知，保加利亚人其实也是其中的一支，而西斯拉夫人就是留在了波兰以及向西前往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那些维内德人。在同一时期，罗马人在官方文献里也已经开始将维内德人改称为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这个名称也就这么确定下来了。事实上，原本的波兰人与俄罗斯人并非是世仇，因为在9世纪之前，波兰人和俄罗斯人都没有所谓的国家概念。斯拉夫人之间互相征战，打来打去也不知道在打些什么，互相之间谈不上多么友善，同时也谈不上有什么仇怨。公元9世纪，东斯拉夫开始形成一些较为统一的国家，但是在东斯拉夫土地上的第一个国家却并非是由斯拉夫人来建立的。862年，来自北欧瑞典的维京人在东斯拉夫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统一的留里克王朝。882年，留里克王朝定都在了今天的基辅。由于留里克王朝的统治者是维京人，而拉丁语将进入中欧的这一支称为罗斯人，其含义其实就是乘船远行的人。于是这个国家也被称之为是基辅罗斯。这个基辅罗斯也就是当今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起源。西斯拉夫人建国稍晚一些，在公元10世纪，波兰部落的皮亚斯特家族统一了波兰，建立了波兰皮亚斯特王朝。但是波兰统一的时间非常短暂，更多的时间波兰还是保持着一个诸侯林立的状态，基辅罗斯也是一样。但是统一的波兰概念已经形成了。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恩怨要从蒙古入侵开始说起。在蒙古人来到欧洲之前，其实斯拉夫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割裂感。但是1235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都带领着蒙古大军进入了欧洲，并且横扫了整个基辅罗斯。仅仅5年之后，拔都就建立了金帐汗国。拔都的大军同样进攻了波兰，但是却并未成功，因此蒙古帝国的兵锋止步于西斯拉夫。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以及如今的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全部都未被蒙古帝国纳入统治。俄罗斯其实就是蒙古人对罗斯的称呼，其实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带有蒙古语口音的罗斯，而所谓的白俄罗斯其实就是白色的罗斯人，意思就是没有与蒙古民族通婚混居的罗斯人。在蒙古人入侵之前，其实大家都是相同的罗斯人。蒙古人统治了俄罗斯整整262年，直到1502年，俄罗斯才终于获得独立。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也就正式形成了。但是俄罗斯虽然独立了，波兰人却占领着此前基辅罗斯概念中的大量领土，甚至就连基辅当时都在波兰人的统治下。而当地的乌克兰人，事实上其实就是被波兰化的罗斯人，他们信奉天主教，摒弃东正教，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乌克兰语。新生的俄罗斯帝国为了收回曾经的故地，和当时如日中天的波兰长期对峙，并且互相征伐。事实上，在双方开始对立的初期，其实波兰是占据着一定的上风的，甚至在1610年，波兰人甚至占领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并且焚毁了这座城市。然而波兰人此举也造成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结束了数百年的留里克王朝对俄罗斯当地的控制，俄罗斯的沙皇家族成为了罗曼诺夫家族。1654年，沙皇阿列克谢对波兰宣战，进攻的重点就在乌克兰，包括基辅在内的第聂伯河东岸的乌克兰都被俄罗斯帝国占领。同年，乌克兰的实际统治者哥萨克首领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乌克兰正式被并入俄罗斯，一个由莫斯科所主导而非是由基辅所主导的基辅罗斯正式的形成了。屋漏偏逢连夜雨，1655年瑞典王国进入巅峰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试图吞并波兰，第一次北方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帝国也对瑞典宣战，波兰被迫站在了俄罗斯一边。此后数十年，波兰的实力越来越弱小，被迫依附于俄罗斯帝国，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1655年至1795年，俄罗斯用了100年时间以及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3次瓜分条约，彻底吞并了波兰。波兰正式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恩怨并未就此结束，事实上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两国近代的恩怨，事实上才是造成了如今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紧张关系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造成了波兰民族如今俄罗斯恐惧的主要原因。